今天新弟子们要测试术士天赋，听说通过灵根测试成为术士学徒，就能获得更多修炼资源。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？哎，让开让开，别挡路啊！金长老，你先请。让开。这就是金长老了，长得太好看了。金长老，是他呀！他不是新入门的弟子韩香秀吗？怎么如此装扮？他是本门最年轻貌美的长老金小钗。听说之前是为了抢玄武宗新弟子，故意伪装成韩香秀的。可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无论是韩香秀或者长老金小钗，都那么好看。哎，小点声，师兄请高过。门里最不能惹的就是金长老。嗯，你刚刚那样我可看到了，后悔了。昨天的提议依然有效。长老说笑了。哼，不识抬举。这点天赋还敢跑来测试，白白浪费老子时间！还有你们，给我掂量清楚，再有人胡乱上来，可就不只是丢出去这般简单了。测试一次要3000两啊，感应力要到3级才算及格，这半天就通过萧明一个。算了，别上去丢人了。我试试。小子，刚才那人的下场你没看到吗？还敢来，不怕挨揍？弟子既然来了，便承担后果。上去吧。这不是之前拒绝加入咱们尊灵阁的狂妄小子吗？我倒要看看他的术士天赋有多高。不会连1级都没有吧？水属性感应力1级，火属性感应力也只有2级，看来天赋确实不怎么样啊！怎么可能？5级？这是什么天赋？5级？前辈，我通过测试了吗？照理，任意感应元素超过3级以上即可通过测试，但是通过了也没用，拥有空间感应力的人十分稀少，整个黑魔门历来没有人激发过此种感应力，更没有对应的修炼法门，这也就意味着他永远都不可能晋级成高阶术士，很遗憾。但凡你将其他任何感应力激发到5级以上，都有机会进阶为星阶术士，门内也会对你无比重视。可惜了。那他这不就是无用之力吗？是啊，不过这小子也是走了狗屎运，还能混个术士学徒的身份。等等，你这情况确实比较特殊。其余弟子暂停测试，你先跟我来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术士啊？你见过吗？这个灵根十分稀有。空间感应力5级，没想到他竟有如此潜力。等着瞧。谢师，这应该是有术士天赋的新弟子吧？凭借自己的意志，硬生生扛住我的精神力量，不错。回禀谢师，他的情况有些特殊。师母，想必你也清楚空间感应力的情况。是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是成为本门普通术士学徒，除了能领取1份学徒资源外，再无其他；
二是签下誓言法契，承诺以后永远不离开黑魔门一步。如此，我便收你为亲传弟子，亲自指点你术士之道。小子，谢师可是本门副门主，地位超然，能成为他的亲传弟子，别人求都求不来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谢前辈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你说，若您的亲传弟子遭遇意外，中了某种性命攸关的诅咒，您会倾力相救吗？当然，举全派之力救治。我相信，以本门实力，只要人没有彻底死绝，就一定能救。或许谢前辈真的能帮我解除石后肺脉的禁制，只要成了他的亲传弟子，便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活着。但我要复仇，若没了自由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那活得再久再强大，又有何用？谢前辈，我选第一种。你确定？弟子确定。也罢。你既已做了选择，便跟我来吧。可惜，不过你的担忧倒是不存在了。空间感应力5级，你怎么看？谢师，这门中事务我还没汇报完呢。不过既然您问了，那我就说两句。此子毕竟是5级的空间感应力，若由您亲手指导，日后有望成为又一新阶术士，对本门发展极为有利。但此人毕竟不是本门从小培养，如何才能保证他未来一定会忠于本门呢？所以呀，您必须早做打算。果然是个硬骨头，越来越好玩了。这里是存放术士法诀之地，虽然没有针对空间感应力的修炼法门，但有一法诀对元素感应没有要求，适合给符师、阵法师和魂师修炼。那也是唯一契合你的法诀——运神术。术士法诀是免费获取的，之后你再去领取其他术士学徒资源。难怪都想成为术士学徒，担着多出的12黑岩炼，就不知会让多少普通弟子忌讳。他又来了！他又来了！哎呀，吵死了！给我闭嘴！哎，小家伙，是你啊！这1年时间未到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居士说，晚辈刚领取了术士学徒的资源，其中有12枚黑岩令，就想来换取一本阵法秘籍和一本武技秘籍。你成术士学徒了？不错不错，有前途。哎，对了，什么属性的灵根呢？空间属性。啥？就因为空间属性灵根，你想学阵法之道？是的，就像这空间属性的术法太过稀少，我只能选择通用法诀运神术一样。晚辈实在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。我建议你暂时不要学武技，换成与阵法之道相辅相成的符箓之道，因为同时修行两者，比你只参悟其中一门要容易些。弟子能同时修习符箓之道？当然。这运神术法力精纯稳定，3层便能自行掌握气爆术，5层便可领悟气环桩。就是这个修炼速度有点慢。也不知道这运神术修炼起来
到底有多慢。按御简所述，练完运神术前5层就得30年，这我……哎呀！气爆术威力强悍，气环装能以气御物，对于学徒进阶灵阶术士乃至星阶术士都很实用。只是，先修炼吧，之后再设法加快速度。怎么回事？经脉快要爆炸了！白色晶状力，似乎是之前梦中白猿领悟的吞月式吸收月之精华所成。难道……不管了，试一试吧。竟然突破了运神术第1层，这吞月式竟然也能辅助术士修炼，真是一门大神通。得此神助，我的修行可以1日千里了。借助吞月式修习运神术，进展神速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开始修习符箓之道。然而，符箓绘制是一件非常精细复杂的事，一个符箓往往包含数种环，绘制时毫厘之差，就会导致符箓失效。好在借助运神术以及吞月式，并在数次尝试后，终于成功绘制出第1张低级符箓——火球术。低级符箓都这么难，想要绘制高级符箓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。不过门内小比将至，这火球术或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师兄，你不知道，就在你闭关期间，白兄不仅追风腿大成，连境界也有所提升。在接下来的小比中啊，他定能大放异彩。这次参赛者中，不乏实力强悍者，想要拔得头筹不容易啊。哦，比如拥有血脉之力的蓝凤。蓝凤天赋惊人，再加上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想必实力也有提升，的确是劲敌。哎，师兄一直闭关，怕是还不知道小比的规则吧？小比第1天是新入门弟子之间的名次争夺，进入前20名即可获得奖励，且奖励差距不大。师兄，你别听他的，名次是实力的象征，不能只求奖励就行。相反，我会拼尽全力争取名次，证明实力。有道理。既然奖励差不多，就没必要去争前几名，吃力不讨好。白兄，既然如此，小比后2天你尽可去挑战任何一名老弟子，只要赢了，便能取其名次代之。正有此意。师兄，到时咱们一起看看最后谁的名次最高。好。这次小比和之前一样，先把其他人踢出去，然后咱们再各凭本事争夺前20名席位，如何？可以，同意。这次的新人里有几个实力不错的，那又怎样？难道还能敌得过我们4家联手？行吧，我同意。这就是青石广场小比擂台。打得好！好，厉害，好，漂亮！哎，咱们先刺探一下敌情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他怎么也来了？不会又来揍人吧？谁呀？啊，谁来了？天哪，是韩香，不是金长老。糟了！之前都以为是新晋弟子韩香秀，谁知道是长老金小钗，
师兄怕不是一些言语举动得罪金长老了？你这么一说，仔细想想，我也有点后怕。少辉也是。哎，难道金长老对师兄有什么图谋？希望师兄无事吧。小子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现在放弃跟天音刹女的誓约还来得及，这样你还能继续安稳地做本门弟子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金长老，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追求天音刹女？因为她是天上的仙子，而你只是地上的一只癞蛤蟆，你所谓的追求，对她而言就是亵渎。就算她真是天上的仙子，总有一天我会追上，和她一起双修。什么？双修？